好，又到了都市传说，这个传说实在是每一次都是乱传说，但也是有好的啦。哦，这个今天讨论是零食的新的创意吃法，那究竟是创意的还是创伤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就让人家很好奇。零食的创意吃法，有一种啊，你要真讲就是，但那就不是零食了。我们把虾味先拿去煮成汤啊。前一阵子台湾很流行，就爆米花放在玉米汤上面啊，可能卖相会觉得可爱啦，对不对？但说了这么多，它到底有没有都市传说啊？蚕豆酥沾糖醋酱，这是卖要买了剩下来放在，然后这样沾着吃吧。你这样吃，因为我是可乐果的忠实爱好者，就老兵啊。对我讲过啊，我跟我一个国中同学，我们骑重机，然后去花莲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一晚上他就买一瓶高粱酒，然后他说：“哦，你去买一些零食，我们配的高粱酒。”他就买蚕豆酥啊，对啊。我说是老兵啊，对啊。然后隔天我们又到了高雄，台南。我说：“不要买蚕豆酥。”我说：“哦，还一样高粱酒，然后虾味切。”我说：“老兵啊，为什么变这么难开？”我都是从后面开，后面比较好开。哇，看，年轻人怎么开？拍他，不要拍我，拍他。这个叫开了、哦，你们家零食都这样开哦？没有啊，保护他现在都改了，叫豌豆酥啊，以前叫蚕豆酥啊，但就很好吃啦。只要沾糖醋酱。如何？很微妙。你看是不是刷嘴？我是因为喜欢吃蚕豆酥，那不会说难吃啦，可是但这个倒是给我一个蛮大的启发。怎样？如果把蚕豆酥放在那个糖醋排骨，对不对？你做糖醋排骨做完之后，蚕豆酥你要和几下这样，不要多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好的时候，你就放在旁边，然后沾着糖醋排骨跟那个排骨也是应该很好吃吧？有蒜味。对啊，应该很好吃吧？对不对？而且它那个我说的糖醋排骨的那个糖醋一定要，你吃的时候你闻会有点呛，会想咳的那种糖醋。然后呢，它的酱汁不是很多的，它就是扒在有点咕老肉扒在上面那样，所以这个呢就不会因为扒在上面它就软掉了，对不对？去参加黑白大厨的那个便利商店大赛。便利商店大，你就做知道啊。不会赢啊，这道不会赢，这道不会赢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个。怎样？精致吧？哦，fine dining 是吧？你有感受到我最近有在看黑白大厨吗？这摆盘不行，我觉得是你知识太少，对，不然就跟你握手，你淘汰了。猪肉干加水果，这个是乌鱼子来的 idea， 也没有网络上看到。这是加什么？萝卜？瓜。这是香瓜？我觉得他这是从那个炎炎生火腿或是 prosciutto 那边衍生过来，但说真的，对小孩子来说可能会喜欢，因为猪肉干哦，台湾猪肉干有一个甜味，那个甜味跟水果，个人觉得还好。我反而觉得说，如果是里面是，然后猪肉干这样有没有？里面放大量的青菜，像沙拉这样吃，我觉得可能很好吃。你吃吃看番茄，它原始的搭配是加小番茄，其他是我们自己加的。它好一点，因为番茄没有那么甜。对啊。对，因为甜是很尴尬的，你知道，糖的甜，水果的甜，肉上面的甜，这三个甜加在一起是很奇怪的，对，它是会抵抗，很奇怪，对啊，因为加了哈密瓜，像那种盐或者加哈密瓜，这在欧洲其实大家都在吃，现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。但番茄的话会好，有点像我刚刚说的蔬菜。因为你还是渴望就是有水分，但是它的肉的那个肉香不要被
它的甜不要被水果的甜给拉走了。我比较在意的2件事情，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甜，它的甜跟肉干的甜我觉得不太搭，所以它那个番茄是可以。那但是不管是刚刚的香瓜或是苹果，它的肉干的口感太明显，你会一直吃到肉干。其他太早。但番茄不好嚼，所以它肉干没有那么明显，对不对？番茄不好咬，因为它就还有渣，所以你咬的时候会有点像共存，不然你会觉得吃一个很水嫩的水果，但它没有它的口感完全被猪肉干给压掉了。水果大块一点，比例的问题。我觉得也不是只有比，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猪肉干比这个还薄，大概60%，薄薄的一片，对，我觉得可能会好吃。对，有个油香这样。对对，有个油香。最主要，你到底是要吃猪肉干为主味，或者是水果为主味？对，你还是要有比例上的差异。那你看哦，我现在在咬，我刚把苹果这个吃下去的时候，我现在嘴巴只剩下猪肉干，因为你比较渴望的是猪肉干跟这个水果或者里面的东西，它可以在嘴巴里面咬吞下去的是同一个时间吞下去。我觉得那个是我比较渴望的。当然这种创意吃法，每个人他起码摆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家里有人这样摆上出来，你会觉得很开心啊。凉面，然后加Doritos，它这个是麻酱味的，因为这个加下去以后多一个味道出来，多一个口感，它是一定要加 cheese 的哦。这是最原始、最传统的Doritos。最传统是没有味道的。你是说玉米片？现在反而不好买。就有点复杂。然后，凉面本身它的味道已经够重，尤其是芝麻凉面，台湾人很喜欢吃凉面。对很多国家人来说，吃到台湾的凉面，他们最吓一跳的是芝麻味这么重。所以说我们在很聪明，是我们在凉面里面有时候会放一些小黄瓜啊，放一些这个红萝卜啊，去拌的时候吃可以有点水分，可以把那个芝麻味道解腻。对，那 Doritos 本身它味道就很重，那你在吃的时候已经这么重的味道，再加一个这么重的味道，它的充其量还有加分是加在哪里？口感有点有趣，都有点脆度。但是你吃面的时候，饭我觉得它合理。你吃凉面的时候，你就要感受那个面的嚼劲啊，因为面没有嚼劲，就形同吃什么那种面糊啊。我们会有一个错觉是什么？就是好比我们吃这个炸猪排或炸可乐饼，炸猪排最明显。就在猪排里面，其实它的肉其实蛮硬的。但你说猪肉炸里脊肉可以炸到多软嫩，它不可能比牛肉还软嫩啊，也不可能比鱼软嫩嘛。但它炸过之后，有外面那一层的面包粉的那个，你咬的时候，因为它那个脆度会让你有错觉，会觉得里面的东西很软。那这个加进去之后，会产生一个错觉，这面很糊。因为凉面本身就不属于有嚼劲的面的，那再把这东西加进去，口感上变得有趣是，都是沙沙沙，可是那个面的那个你渴望吃面那个口感不见。如果这个是放在炒饭上面，我觉得会有趣，但面我觉得可惜了。这个很常见啊，但要有酱油吧。这样子的吃法，你这样吃法哦，尤其是我跟你说，你这样鲔鱼的那个不是鲔鱼啦，就是酪梨，它就是吃起来，然后再一点饭，然后沾wasabi，这个很正，这我在日本常吃的，尤其你如果把它那个饭啊，像寿司一样啊，那个饭放到里面夹起来一起吃，我跟你说，那就可能在吃鲔鱼肚一样，可你不会腻的，像个边啊，哇，辣味啦，然后。但我会建议，如果说，好比说你今天觉得没什么食欲，我就准备个白饭，对不对？肉你也不要这样切片，然后因为它片嘛，所以你就可以把它饭在这边，肉梨放上去，然后把它卷起来，然后蘸这样吃。我跟你讲，那一碗吃完你就觉得不但清爽、舒服，而且不会觉得说没食欲的时候这样吃是很舒服的，好吧？
也有给把它拿去冷冻。以前小时候啊，我们都喝那个克林奶粉啊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以前泡那个奶粉的时候，都是要先用热水，有没有？放进去，然后拌，然后比较浓一点，在那个水再放进去这样拌。我以前都是浓浓的这样，都把它冰在冰箱里面。异想天开，有一项就是冰淇淋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但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哎，好立克也会。好拿不下去了。它是要拿整个像冰棒那样的。这是一种时钟剑吗？是要跟水加热一下。挤一挤就出来了。我觉得敲一敲、捏一捏应该是。哇！哇！优格这样子也蛮有趣的。优格冰啊，咬得动吗？它会整个结成冰块吗？还是那种？冰块。真的哦。是硬的还是软绵？我现在吃周边这个，我想把它弄整齐一点。现在就是要吃它了。这怎么吃啊？哦，这冰块，就是有点像那种雪落冰沙的温水。你给我喷出来，我就打你哦！一定会喷出来，像我刚刚这样就喷出来了。哦，我如果是我把它冷冻起来之后，像这样子啊，我用果汁把它打成那种冰沙，对不对？像吃了冰一样，可能会很好吃。但如果说可以把它再跟，比如说水果，把它打在一片水果冰沙，对不对？它可能会很好喝，我觉得啦。因为那个有一种绵绵冰，它就是用牛奶下去做成冰块，然后去把它做成剉冰，哎，那就特别好吃，有点像那个样子吧。对，雪花冰，对啊，对啦，炎炎夏天可能会蛮有趣的啦。对不对？冰箱一个一个拿。但我觉得如果它要这样冰，我觉得冰布丁可能会好一点。哦，布丁布丁会变什么口感？一样啊。一样啊，鸡蛋布丁啊，也会变成这样。没有，它像雪糕，更绵。它更绵。我觉得布丁应该不错，有啊。然后异想天开，哦，可乐拿去冰，冰提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有这经验吧，对不对？想说，哎呀，变可乐冰啊，拿出什么变形，一打冰回这样，对啊。哇，今天都市传说哦，哎，淘汰很多，反而是第一个我们的制作人的老兵吃法好像还可以哦。啊，如果你们有一些新的用法，也可以讨论看看哦，说不定哎，搞不好因为你就大家开始养成这个习惯，吃那样的零食吃法也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